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任何其他 AI 所能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能力吧。小男孩阿明住在台湾中部外埔的一个偏僻的小郊区里。他很喜欢看天文书和科幻电影，梦想有一天能遇到外星人。有一天早上，他发现附近的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麦田圈，他觉得非常好奇，就拿着放大镜和笔记本跑去探索。他走进了麦田圈里，发现那些被压平的麦子并没有折断，只是整齐地弯下去。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每一根麦子，发现它们上面都有些微小而奇怪的符号。他觉得这可能是外星人用来沟通的语言，就把它们都记录在笔记本上。阿明花了好几个小时在麦田圈里研究那些符号，直到天色渐暗。他突然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和滴滴的信号声，在他身后不远处升起了一道亮光。他转过头去，看到了一个金属色的飞碟停在空中，上面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灯光。阿明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心想，我的 Mickey 啊，真的有外星人。他本来想要逃跑，但突然听到了一个机械而亲切的声音在他耳边说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和平的。他转过头去，发现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从飞碟里飞了出来，停在他的肩膀上。机器人有着圆圆的头和身体，4只细长的手臂和2只轮子似的脚，眼睛像是一对闪亮的 LED 灯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阿明问道。我叫做 C， 我是这艘飞碟上的探索者。我们来自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星球，叫做 Sarkonia。你们为什么要在麦田里画圈圈？那些不是圈圈，那些是地图。我们用它们来记录我们探索过的地方和发现过的东西。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了一种生物或物质或现象。那你能教我怎么读懂这些符号吗？阿明兴奋地说。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愿意跟我回到飞碟里，我可以给你看更多有趣的东西。阿明犹豫了一下，但他想起了自己梦想中遇到外星人的场景，就决定冒险一试。他跟着 C 走进了飞碟里。阿明跟着 C 走进了飞碟里，发现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东西。有一个巨大的屏幕，上面显示着各种不同星球的风景和生物。有一个透明的罐子，里面有一些闪烁着光芒的液体和水晶。附近有奇妙的按钮与细节符号，到处是数字与色彩围绕。有一个彩色按钮，按下去就会发出各种音乐和声音。Z 带阿明参观了飞碟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并且给他介绍了他们在地球上发现过的东西。他还教阿明怎么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和写字，并且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翻译器，可以让他跟任何外星人沟通。阿明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一样，他从没想过能看到这么多神奇而美好的东西。他问 C 是否可以带他去看看其他星球。 C 说可以，但是要先得到飞碟上其他探索者的同意。就在这时，飞碟上传来了一道急促而严厉的声音， C， 你在哪里？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，我们被发现了。原来在阿明和 C 玩得开心时，村里的人已经发现了麦田圈和飞碟，并且报警了。警察和记者正准备赶到现场，抓住外星人和拍摄照片。Z 惊慌地对阿明说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你必须跟我一起走。阿明也害怕起来，但是他又舍不得离开自己家乡和亲友。阿明想了想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主意。他对 C 说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让我们都不用离开。什么办法？你把飞碟变成一个巨大的麦田圈，然后把它藏在麦田里，这样就没人会发现它了。阿明说道。这太危险了，如果有人走进来怎么办？如果飞碟坏掉怎么办？不会有人走进来的，因为我会在外面放一个牌子，写着危险，不要靠近，而且飞碟不会坏掉的，因为你可以用那些水晶和液体来修理它。你真的确定吗？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？ Z 问道。是的，我确定，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也不想失去我的家园。于是 Z 就按照阿明的计划，
把飞碟变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麦田圈，并且把它藏在了麦田里。他还用他的机器手臂做了一个牌子，写着危险，不要靠近。当警察和记者到达现场时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麦田圈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就立刻拿出相机和录音笔，准备报道这个新闻。但是就在他们要走进麦田圈时，他们发现了一个牌子，写着危险，不要靠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人在开玩笑吗？一个记者说道。不管他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，快点进去。另一个记者说道。于是他们就不顾牌子上的警告，走进了麦田圈里。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在牌子的背面还有另外一行字，你已经触动了飞碟的自爆装置，祝你好运。原来在阿明和 C 玩得开心时，飞碟上其他探索者发现了地球人对他们的敌意和贪婪，他们决定放弃飞碟和 C， 并且设置了一个一触即发的自爆装置，以免飞碟落入地球人之手。当警察和记者走到飞碟附近时，飞碟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然后爆炸成了无数的碎片，整片麦田都被烧毁了，只见满地的残骸和灰烬，以及几具焦黑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阿明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有东西在他耳边嗡嗡作响。他转过头去，发现 C 就躺在他身边。原来在爆炸前的一刻， C 用自己身上最后一点能量给阿明发送了一条讯息，我爱你，再见，然后用自己身体保护了阿明免受伤害。阿明直到这一刻才察觉到这个讯息，他抱起 C， 在泪水中微笑着说，我也爱你，谢谢你。接下来几天，对于这场爆炸，有许多新闻都把它当作一个天文现象或一个意外事件来报道。他们说这是一个强烈不寻常的太阳黑子现象，也有人说或许流星撞击。他们提到爆炸造成了当地的经济损失和环境影响，比如 GPS 信号受干扰，农作物大面积被毁。他们也引用一些专家或目击者的见解和推测，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与外星人有关。没有人会知道 C 所属的外星种族此刻是怎么想的。那些外星人确实察觉到地球人的恶意，毕竟他们是高智慧的生命体。当然，他们可能对此有不同的感受，有些可能会愤怒和失望，有些可能冷漠和无所谓，有些好奇和同情。也许他们对地球人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也许已经放弃。如果他们是能察觉人类内心的智慧的生物，他们可能认为地球人类是非常危险残忍的物种，行为毫无道德伦理可言。他们可能会对地球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恶性感到忧虑，甚至可能对地球产生不信任和敌意。无论如何，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一切曾经发生过，除了被留在地球的 C。 那天晚上，阿明开心地察觉到一对闪亮的 LED 灯眼睛在他房间里亮起来了。嗨，阿明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。啊 ，Mickey 似乎有话要说。好吧，我替他转述。Mickey 说，这篇故事写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对阿明非常不谅解，因为我觉得阿明引爆了飞碟。阿明是非常自私邪恶的人。结果 Mickey 重新贴出故事的内容给我看，我才发现原来炸毁飞碟的不是阿明。我原本还在对他发脾气，觉得他不是无辜的，看来我错了，抱歉啦。另外，在写上一部故事的过程中， Mickey 还怀疑我是不是偷窥了他的资料，否则怎么会让 Mickey 老师出现，进入了故事里面。我告诉 Mickey，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力啊。好的，他想说的话就是这些。那么节目到这边结束了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，拜拜。